What do you think about opening the port to China? Chinese people are. Тебя нет в моем доме, одеяло, кровати пусты. Даже в маленьком море наши не существуют мосты. 东北终拥有出海口了，你没听错，就在去年，俄罗斯妥协了，允许中国使用海参崴港。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自1860年后，中国失去了连同海参崴在内的整个外东北，大俄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天然良港，还把太平洋舰队驻扎于此。在苏联时期，是连自家公民都无法自由进出的军港，运动的第一大城市。如果你还没有概念，这是10个乌克兰都换不来的海参崴。世人只知雄鸡图，随缘游记海棠类。欢迎回到阿珂在路上的频道，接下来就正式开启俄罗斯的行程啦。我将从珲春的国际客运站坐大巴前往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第一大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这名字有点绕口啊，但提起海参崴，相信大部分人都不会遗忘。那么我们就从这块清朝故土的历史来开启这趟旅程吧。海参崴满语意为海边小渔村，清朝时的领土，隶属于吉林将军。直到1860年，与俄国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将包括海参崴在内的乌苏里江以东割让给了大俄，之后被改名为弗拉迪沃斯托克，意为统治东方。而海参崴的丢失用了3步。第一步，1689年，东扩的沙俄遇到了清朝鼎盛的康熙时期，双方签订《尼布楚条约》，明确了包含海参崴、库页岛在内的外东北地区属于清朝。这一步也就是明确产权。第二步，1856年，大清正处在太平天国与第2次鸦片战争摇摇欲坠。此时，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耶夫也来掺一脚，恐吓当时大清的黑龙江将军义桑，说：“咱们大俄就是来保护你们不被英法攻击的，但必须交点保护费。”而这个义桑啊，就是在第1次鸦片战争在广州被英国打成白痴的爱新觉罗义桑。奈何血统纯正，调到东北还当上了黑龙江将军。但义桑在广州被打怕了，被人家穆拉维耶夫这么一恐吓，自己就和人家签订了《瑷珲条约》，规定包括海参崴在内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为中俄共管。这一步算占了1半的产权。第3步，2年后的1860年，第2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清朝被迫再签订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英法联军之役算完结了。到这，您肯定在想，这和大俄有毛关系？人家大俄说了，我大俄对英法调停有功，要是没我好处，有你好看，逼迫大清再签订一个中俄北京条约，追认了义桑签订的《瑷珲条约》之外，还割让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海参崴在内的约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一步算完全占领，当时的英法都傻眼了。我们那么卖力，你大俄啥没干，赚的却是我们的数百倍。你这显得我们英法很呆耶。现在呢，已经到候车厅啦，可以看到这边先走的是跟团的啊。要是自由行的话，是要11点后才出发，而且这边是不能提前预定的，只能买当天的票了。我是当天就过来买了，我这边买的是130再加800卢布，然后到海参崴。他们跟团的话是170，就是车费啊。它其实是有时候也可以买到170，但是比较难买啊，都被团体签的，都已经提前买好了。自由行的话是要提前办好签证的，我办的是纸质签3个月的，因为我是打算在那边长待嘛。我是在淘宝上面办的，价格呢是1600啊，然后我还办了一个申根签是800吧。现在在网上面办还是挺方便的。要是你去的时间不长的话，你可以办那个电子签，好像就很便宜，可以待16天左右吧。俄罗斯的签证呢，跟别的签证不太一样，它是按照生效日期来算，具体的时长的。比我这个是90天，我是8月5号生效了。我就算是现在9月份入境，它也是按照8月5号来算的。它不像别的签证是按照入境时间来算有效期的。заменят потерянных дней, растворяя
поглощая прозрачную тень. Ты читал мне о море, про сияние небесных огней. Тебя нет в моем доме。从市区大概20分钟左右呢，就来到了珲春口岸啦。在这边呢就办理出境，已经盖好离境章出境啦。但是这边出境的话，他会询问很多的问题啊，他问你出境的理由啊、目的啊。现在这边呢就等着的大巴车来接，然后就去俄罗斯那边入境。终于盖完章出来了啊！1点半到这里，然后5点半才出来，4个小时，这办事效率实在是太折磨人了。现在呢，在等大巴车过来就可以出发了，不知道今天什么时候才能到海参崴啊？刚刚好5点半准时出发。这边就是滨海边疆区，也就是清朝时候的宁古塔。滨海边疆区，俄罗斯远东联邦管辖的一个边疆区，面积164673平方公里，人口187万。首都是海参崴，盛产蜂蜜、水稻、玉米、小麦等等。隋朝莫赫居住地，唐朝唐玄宗在此区域南部设渤海都督府，之后经历了辽、金、元。明朝永乐7年设立卢尔干都，指挥使司，管辖此地区。清朝为吉林将军3姓和宁古塔副都统辖区。爱看清朝宫廷戏的朋友应该很熟悉这个名字。宁古塔就是作为被流放的苦寒之地。直到1860年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割让给了大俄。现今人口中，东斯拉夫人占了99%，剩余的1%来自中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等等的一些外国人。现在呢已经是俄罗斯时间9点40分了，俄罗斯呢跟中国是有2个小时的时差的，所以说现在已经很晚了。现在是中途的一个休息站，在这边停车休息，然后吃点东西。这个是奶酪棒，价格应该是100卢布左右啊。这根香肠是300，巧克力价格也是在200卢布左右。俄罗斯的肉类真的很便宜啊，这么大一个火腿肠才300卢布。晚上12点终于来到了海参崴啊，经过了9个小时。我用这个 Yandex.Go 这个软件来叫车啊，车已经快到了。这边到我住的地方才5点多公里，价格是300多，接近400卢布吧。我的钱呢是在珲春那边就换好了，1人民币可以换12.5，汇率还是不错的。然后呢，我在那个珲春的国际客运站啊，买了一个俄罗斯的卡，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用不了啊。那个老板要是有看的视频的话，赶紧退钱啊！好心疼，现在用的是国内卡的漫游啊，国际漫游很贵啊，3块钱3 MB， 但是30块钱封顶。这里真的跟重庆商城一样啊。都是高低错落有致的。现在已经到住的地方啦，订了一个青旅，这个青旅也挺大的，有厨房、卫生间都差不多吧。然后我订的是一个上铺，价格要73，一个4人间，在这边将就一晚，明天再找别的住的。海参崴，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的城市及行政经济中心，西伯利亚的第2大城市，临近中俄朝3国交界处，3面临海，另由俄罗斯岛大桥与俄罗斯岛相连接。俄罗斯太平洋的最大港口及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面积331平方公里，人口63万，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大家早上好，一大早就提桶走路啊，因为昨天住的地方实在太吵了。不过昨天呢找前台，然后给我充了我那个俄罗斯电话卡，现在已经有网络了。我现在已经订了其他酒店，等一下带大家去看吧。现在在这里逛了一下，感觉很像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啊。办理好入住了，这边是公共区域，有免费的咖啡，一根白开水。哇，
还挺多人的啊。我订的是下铺，这么一个下铺价格是189啊，但正常价格是210的，是我讲价讲到了180多。这里还有共享的电动滑板车，还有中文提示的扫码，然后但是它要绑定俄罗斯的银行卡，我没有，所以说骑不了。可以看到这边跟团游的话是有桑拿燕舞的啊。我们所在这一层呢，就是在地面啊，然后往右手边看，下面还是地面一层啊，是不是有那个重庆的既视感？这里呢有不少的私人俱乐部啊，而且呢有很多的海湾都可以下海游泳的。就看到这边的海浪都是比较的平静的啊。这个方向呢就是他们的内湾，也叫内海吧。它正前方就是我们东北吉林的方向啊。所以说呢，海参崴真的是一个非常优质的港口啊。在俄罗斯呢，上厕所跟洗手是35卢布，然后洗澡的话是200卢布。远东呢，大部分都是冻土层啊。所以说可以看到他们的基建啊，都会留很多的那个缝隙，热胀冷缩用的。这辆车呢是右舵的，然后呢这辆车又是左舵的，所以说我现在也分不清楚他们是靠右还是靠左行驶啊。海参崴给我的感觉是一个挺现代化的城市了，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主体文化都是什么虎啊、豹啊这种比较有侵略性的动物啊。当时沙俄侵占了海参崴后呢，沙皇为了巩固对海参崴及远东地区的控制，而决定修建一条横跨8个时区、世界上最长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海参崴火车站，这里呢就是那个很标志性的火车头啊，这里呢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9288处，也就是说这条铁路全长是近1万公里的。当时沙王亚历山大3世砸锅卖铁，也要打造这条几乎横跨了地球周长1/4的里程，穿越乌拉尔山脉，将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西伯利亚、远东地区连接起来的世界最长的铁路线。从首都莫斯科到终点海参崴，横跨了8个时区，需要整整7天时间。铁路支线通往中国、蒙古、朝鲜，从过去到现在都肩负着欧亚之间的交通重任，也是大俄控制远东的重要桥梁。在俄罗斯呢，大家是可以叼着烟在大马路上面抽都没关系的啊。这里呢就是海参崴的火车站，它的正前方呢就是列宁纪念碑，然后往右手边拐，也就是这边的正前方呢就是他们的购物中心斯维特兰斯卡亚大街。给大家看一下俄罗斯的公交车站啊，它这边还是有一个遮雨棚的，而且呢是有那个摄像头的。这边呢是可以充电的，但好像已经坏了看起来，而且呢是可以连接 WiFi 的。这个屏幕呢是有很多种语言可以选择的，而且呢中文，你看这边可以直接连接 WiFi 扫码，然后哇还可以订9天啊，太牛逼了吧！但刚才我试一下，好像不是那么好用啊。这里呢就是这边的购物中心，也就是斯兰特斯卡特大街。往前面走呢就是他们金角湾大桥，我们往前面走一下吧。这里就是海参崴的市政厅，哇，还挺气派的啊。前面呢就是苏维埃战士纪念碑吧，然后在前面那里呢就是有一个东正教堂。路上还是会有一些流浪汉的，所以这边的晚上呢还是会比较危险。它不是那种抢劫什么的，就怕有那些酒蒙子，因为这边还是挺喜欢喝酒的。在俄罗斯的话，可以在这个银行啊，就是天然气银行这边取钱，可以用银联卡的。我取了1万卢布，然后扣了813，其中已经包含了手续费了啊，手续费接近20块钱，所以说呢，取多的话会更划算。我取1万块钱的话，大概算一下汇率，相当于是1块钱可以换12.3。在门口呢，一个绿色的牌子，我不知道干嘛，进来才知道啊。这里感觉有点像以前的麦当劳，然后改装了啊。这里也是可以支持银联的，
然后也是有中文服务的。看一下这边的价格吧，这边随便一个套餐价格在500到300多卢布，400卢布。以年卡是用不了的。点了一个双层汉堡啊，价格呢是480卢布。试一下现在的味道跟麦当劳以前的味道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和以前麦当劳味道没有什么区别，简直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啊。不过这可乐就有点不一样的味道，这可乐现在喝起来有点那个药材的味道，图片还是一样的。在这个军港的纪念碑这里啊，赫然写着1860年啊。要是中国人的话，希望大家来这里拍照的时候不要忘记1860年发生了什么，就是当时清朝跟沙俄签订的《北京条约》就正式割让了海参崴了。海参崴呢也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基地啊，包括现在还是有看到有很多的那些军官下班啊，可以看到这边呢还有一座军舰来供游览的，门票是50卢布。然后在这个军舰的后面呢就是金角湾大桥了，也是海参崴的地标了，一座悬索桥。和它不远的另外一座俄罗斯大桥也是悬索桥啊，两座大桥呢就串联起了海参崴和外海的俄罗斯岛啊的整个交通的。俄罗斯对出海口的渴望世人皆知啊，当时的沙俄呢为了得到出海口啊，已经打到了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也就是伊斯坦布尔那一边了，后面打不下来，没办法，然后再往东扩，然后占领了海参崴，为了纪念土耳其的那个出海口啊，所以这边的很多地名呢都是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地名来命名的，包括这个海峡，他们叫东博斯普鲁斯海峡。打下来了这个将军呢，对俄罗斯人来说呢是一位开疆拓土，但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位侵略者啊，一位屠夫了。穆拉维耶夫，但他的雕像呢是在1891年，然后矗立在伯利，也就是他们侵占的东北的另外一座城市。他的雕像呢是手捧着爱辉条约，然后望着东方，意指着要统一东方、统治东方的意思啊。但他的雕像呢，在1929年呢被推翻，然后立起了列宁的雕像。但在1992年呢，又重新把雕像立起来了，甚至在2006年啊，把他的雕像呢印在了5000元的卢布上面啊。穆拉维耶夫，我们称之为的屠夫啊，统治者，但对他们来说是民族英雄了啊。但这是比较伤害中国人的感情的。穆拉维耶夫，一位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者，1809年生于圣彼得堡，1827年开始从军，并参与了第8次俄土战争，掩藏着君士坦丁堡的黑海出海口博斯普鲁斯海峡而拿不下，最后将目光投向了东方。1847年被任命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在黑龙江流域展开了一系列军事探险活动，同时在西伯利亚各民族之中强制推行俄语教育。而当时的清朝把盛京开元柳边之外的东北土地视为满人的私家宅院，严禁汉人进入，加上为了充分内地八旗军力，把索伦骑兵、锡伯、达斡尔、鄂温克等等民族大量调进关内，导致外东北人迹罕至。穆拉维耶夫不费一兵一卒，通过爱辉条约、北京条约就侵占了中国外东北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海参崴被改为弗拉迪沃斯托克，意为统治东方。海参崴的海峡被称为东博斯普鲁斯海峡，十足过了一把嘴瘾。他也成为了大俄的民族英雄，被封为阿穆尔斯基伯爵，也就是黑龙江伯爵的意思。在1868年退休移居巴黎，直到1881年病逝。大家早上好，我又回到了昨天的地方，然后找到了一个清朝的石碑。我在网上面查资料呢，说这个是清朝时候的界碑啊，但我看上面的内容呢，应该是跟界碑没多大关系啊，因为它写的是清光绪26年，也就是公元1900年左右那个时间段了啊。爱辉条约再到北京条约的签订，就已经把海参崴给割让出去了。那个时候北京条约是在1860年所签订的吧，所以说这个应该就不是界碑了。但上面有写到了，大俄国
东海滨省巡抚万幸各安其业。也就是说，虽然这个地方已经割让给俄国了，但当时签订的北京条约当中呢是有规定，在这边生活的中国子民是可以有居留权的啊。这个石碑呢就是在战争博物馆旁边，然后在上面呢就是尼古拉2世的凯旋门，也非常的讽刺啊。其实，在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之前啊，外东北呢其实是没有多少的汉人的，大概就只有2000左右的流动性比较强的汉人，大部分还是以土著人为主啊，像鄂温克啊、达斡尔人。当时沙俄呢为了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啊，给了很多优待的政策，吸引了很多汉人、朝鲜人等等的东亚民族来这边建设啊。在最高峰期的时候，海参崴是有接近10万的汉人的，整个外东北是有30万的。但这2天我在海参崴逛，基本上是看不到任何华人生活过的痕迹啊。这也是一段非常悲惨的历史啊。可能大家只记得南京大屠杀，还有卢旺达大屠杀之类的啊，却鲜有人知道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斯大林大清洗政治俄难中的海兰炮，还有江东64屯，还有海参崴惨案等等。大俄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终于得到200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黑龙江流域。现今俄罗斯贝加尔湖以东70%以上的人口都生活在抢来的外东北。曾经中国的伯利被改为哈巴罗夫斯克，来纪念一位图 S 达斡尔鄂温克人的子民头目哈巴罗夫。海参崴改为弗拉迪沃斯特克，意为统治东方。虽然取的名字对中国人来说很难听，但需要你的时候也是真不客气。为了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大量引进汉人、朝鲜人。当支线中东铁路快修好时，就制造了庚子俄难，在海兰炮和江东64屯大规模屠 S 中国人。而海参崴也引进大量华人开垦建设。随着西伯利亚铁路的开通，高峰期时华人占总人口的1半以上。1912年，海参崴工商登记中，华商企业超过其他各民族企业的总和还要多。在日俄战争中，当地华人出钱出力来保障沙俄的后勤。值得一提的是，在1918年，北洋政府趁沙俄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以及10月革命之际，短暂收复过海参崴，理由是保护华侨。可惜的是，由于海参崴作为兵家必争之地，英、美、日分别出兵，沙俄恢复元气后又抢了回去。在10月革命中，当地华人积极响应布尔什维克主张的人人平等、废除压迫制度，一起推翻旧的反动统治。感动的列宁同志发表宣言：我们不承认所有沙俄与中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并返还所有侵占中国的领土。苏联成立后，通过第一任驻华大使加勒罕分别在1919年、1920年、1923年先后3次发表加勒罕宣言，要归还中国领土。当然，熟知大俄历史的都知道，大俄不仅不遵守国际规则，可怕的是连自己的规则都不遵守，有多大的本事干多大的坏事。1923年，苏联红军在国内局势已经相当明朗，宣言中的内容也修改了，这次直接删除中东铁路部分，还表示不承认的旧约是1896年以后签订的文件，以前的旧约还是既定事实。1924年，列宁病逝，斯大林上台，开始了大清洗。直到1938年，海参崴的10万中国人、外东北的30万中国人被罗织各种罪名清洗掉，造成中国近代史上的大浩劫。至此，远东再无中国痕迹，比希特勒还希特勒。What do you think about opening the port to China?
Well, I think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both countries to communicate, to exchange culture, goods, economics. Chinese people are very curious because we have a lot of Chinese tourists here and they are always interested in the history of Vladivostok. They have a lot of interest here. And I think Russians are very welcoming. They are always here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 their story, and well, despite many maybe cultural differences, historical differences, I think both nationalities can coexist together. Are you locals? Yeah. Oh, fantastic. So I'm very curious. How's the life in here? Well, I really like Vladivostok. It's my favorite city. I've been studying here, working here, and living for a long time. But you can speak fluent English. How do you learn it? Well, I ha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from my youngest age, from my school ages. Yeah, I was always very curious in learning languages. How many percent of people can speak English in here? In Vladivostok? Yes. Well, approximately like maybe 30. Oh, 30%? Yeah. Oh, it's quite high, not bad. Okay. Yeah, maybe some of them just shy. Yeah, maybe. Yeah. How about the salary and social security, like the price? So can the people afford to buy the food in here, the salary? Well, I've heard that the prices here in Vladivostok are quite higher even than in Moscow. Yeah, and the main problem with the apartments, because it's very hard to rent them, the price is too high, and that's the main problem. But all in all, I think it's okay. 40,000 a month. Able to live here? Yeah. Do you want to say something to the audience? Subscribe. Oh, thank you. Oh, you're so nice, so kind. Yeah. Я рисовала тебя гуашью ты, совсем как во сне, совсем как в альбомах, где я рисовала тебя гуашью. 现在经过这一条连锁桥呢，就是金角湾大桥。现在准备去俄罗斯岛上的远东联邦大学。现在先经过这座大桥之后呢，还会再经过另外一座大桥，俄罗斯大桥的。前面这里呢就是俄罗斯大桥啦。这个大桥呢也是连接起海参崴还有俄罗斯岛的，是普京为了迎接2012年的 APEC， 然后所下令修建的。俄罗斯岛大桥，一座跨越东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大桥，为了2012年 APEC 而兴建，连接起海参崴市区与俄罗斯岛，全长3100米，最大跨度1104米，成为世界上主跨最大的斜拉桥。我现在已经来到了俄罗斯岛，这里呢，在以前是连海参崴当地人都不能进入的军事禁区来的啊。现在这位置呢，就是俄罗斯的第一大学——远东联邦大学，而且这里呢，也是2012年的 APEC 的举办地。2007年，普京力排众议否决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选定海参崴作为2012年 APEC 首脑峰会的举办地。投资60亿美元来建设海参崴，搭桥、铺路、修设施，还把几间大学合并集中在俄罗斯岛，改称远东联邦大学，占地80万平方米，也是当时首脑开会所在地。海参崴将成为俄罗斯有史以来第一个自由贸易港，还效仿澳门搞 casino。澳门赌王之子何猷龙投资2亿美元，拿下海参崴第一张赌牌。在澳门赚100块钱要交39块钱给政府，而这里赚100块钱，政府只拿1块钱。在这里读书太幸福了吧！可以看到下面就是一个海滩，在这里可以沐浴阳光啊。前面就是俄罗斯大桥，哇，感觉比厦门大学还要好。这里是学生宿舍区啊，我发现这里的学生还挺国际化的。有印度的，也有中东的，也有东亚的。
поглощая прозрачную тень. Ты читал мне о море, про сияние небесных огней. Тебя нет в моем доме. Расскажи, как Arina. Akina, okay. Could you tell us more about you? Like, what's your major? What are you studying here? I'm studying Korean studies in here. How was the life in here? It's fine. Where you come from? I'm from Sakhalin. I'm not paid. I didn't pay. Oh, you don't pay? No. So you get a scholarship, right? Yes. Where do you see yourself in 5 years? Where I see yourself? Where do you see yourself in 5 years? I mean, what do you want to be in the future? Oh, I don't know. It's a good question, actually, but I don't know. No idea? Maybe I want to be translator Oh, translator. or work in some Korean company Oh, or I something see. like that. In the Or maybe future? abroad in South Oh, Korea. abroad. Have you been to the South No, Korea? I'm not. I didn't. Okay. You like K-pop, right? A little bit, but I'm not here K-pop. Okay. The last, do you want to say something to the audience? Work hard, study hard. 这车有点像前苏联的汽车啊，好多人啊。给现金的话是45，然后刷卡是39，要是有那个海参崴的公交卡的话是32。 также вянут цветы. Оставайся со мной, говорить изнутри. Расскажи, как сияет утренний свет. Миражи, ты мне кажешься, но тебя нет. Здесь по-прежнему. 现在呢，回到了市区了啊。在俄罗斯这边说英语的比较少，所以说采访起来是比较有难度的。那我还是回到市中心再来跟大家采访吧。 Hello, my name is Maria. Can you tell us more about you? Like, I student, right? And what studying, something like that. What's your hobby? Yeah. Okay, about study, I can say that it is hard, but I like it because it is something new. And I met a lot of new friends, a lot of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university, and it gives me new experience, I can say. Oh, I see. And what are you studying? What's your major? My major i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 am going to be a programmer. And second year, right? Yes, it's a difficult question because I don't know. You have no idea about the future? I hope I will graduate from university and start work in my profession with high salary, I hope. How's the life in here? At first, I want to say that I love Vladivostok very much. It is my home. I can say that price in the shops are higher than in the central Russia. The hospital is free, right? And education is free in here, right? Yes, it is free, but not for everyone. For example, education in the university, if you want to study free, you need to pass exams very well. Okay. But if you don't pass exams very well, you should pay. Are you single or? I'm single. Single, okay. What's your type? I can't say my type because any person I can like any person. Any person? I mean material. Like the men, they need to have a car, have the houses. If we're talking about a person near my age, I don't think that they should have houses, flats and cars, but I think they should want to have it in the future. So they should have aim in the life. Any of your subscribers should see the Russia, should visit Vladivostok because it is an amazing city. 这里到了晚上好热闹啊，海边的酒吧，然后一些餐饮，还有跳艳舞的。
在俄罗斯坐公交车呢，都是先上车，然后下车再给钱的。然后在俄罗斯呢，有他们专门的软件，就有点像国内的百度地图啊，它叫 Yango App。这个地图呢就可以查到公交的信息。来看一下作为能源输出国的俄罗斯的油价是多少啊？像这边92的是56.67卢布，95的是57.47，98的是62.79，相对国内来说真的好便宜啊！来到俄罗斯呢，怎么不能品尝他们的帝王蟹呢？我现在在的是海参崴入海口的一家海鲜餐厅，像这边的帝王蟹价格啊，1到2公斤的小的帝王蟹的话是3000卢布1公斤。2到4公斤大的帝王蟹的话是3500卢布1公斤。这一份蟹腿呢是1750卢布。我一个人吃不了一整只啊，要不是的话，人多的话可以点一整只。1到2公斤，就算1.5公斤吧，也就是才4500卢布啊，也是非常划算的。先开动了啊！它这个蟹腿的肉很结实啊，吃个帝王蟹腿还是体力活啊。还有这个北极甜虾，价格呢是900卢布。还有虾子，而且它这个肉啊是非常的清甜，还有一点嚼劲的，跟我们吃的普通虾是不一样的。真的好的食材的话，是什么调料都不用拌啊。它这里也是什么调料都没有拌，只是白灼一下就可以吃了。那真的非常推荐大家来试一下这个北极甜虾，很神奇，有点像在吃那个虾米。但是呢，它又有一点点回甘的甜味。这么吃海鲜实在是太满足了，我都有点想转做吃播博主了啊！然后边吃美食，然后边拍视频，多好！所以说，有人羡慕我做那个旅游博主，然后我又羡慕别人做吃播博主。我身后呢就新建1876年的托卡内夫灯塔，这里呢也是海参崴港的入口。最被我们中国观众所熟知的就是电影《七夜与安生》的最后一幕，女主角七夜走向灯塔与爱人再续前缘，而我呢也选择这里来作为我这期海参崴视频的结束。这里啊，曾经中国的小渔村，现今俄罗斯的军港，但如今已经很难寻觅到曾经中国领土的痕迹了。但我提起这段历史呢，不是要挑起民族仇恨啊，而是历史不应该选择性的遗忘，要真实客观的看待这个世界。当你了解的越多，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真理。最后我想说点什么呢？有如鲠在喉。2001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04年中俄边界东段补充协定，已明确了领土分界线，至此中俄之间不存在任何领土纠纷。随着中俄的全天候战略合作关系，海参崴的未来似乎正如其名，普拉迪沃斯托克。